好，接着专柜彩妆开箱第2部。那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集，麻烦宜家这里有介绍非常非常多超级好用眼影盘跟家产。那我今天眼妆啊是用我上次激推的 Vanity Makeup 这个眼影盘画的，这一盘真的非常非常好用。那我会在 IG 上面放我今天整个妆容的上妆过程，还有之后呢会用这一盘再试着创造更多不同的眼妆。所以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或者这一盘眼影有兴趣的话呢，不要忘记追踪我的 IG。好，今天的东西呢是以底妆唇彩打亮修容，还有一些综合的连彩盘为主。那我们先从底妆开始。非常不幸的呢，今天的底妆没有一个是我觉得很推荐、非常非常值得购买的。那大家看看就当做是避雷。首先是香奈儿这一个新出的1号粉底。那这一瓶呢，我先讲优点，就是它的质地真的非常非常的保湿轻盈，而且很好抹匀，就是你直接用手指就可以抹得超级服帖，像乳液一样。但是呢，它的遮瑕度很低，就是轻度遮瑕，它完全没有办法修饰毛孔，也没有能力让你的肤质看起来更平滑，但是它会增加微微的那种健康光泽感。然后呢，对于那些斑点啊、痘印的遮瑕，大概2成吧，就是几乎没有。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润色视力乳来用吗？就是肤质比较好的人平常使用是 OK 的，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缺点，就是它氧化的很严重。你就一涂上啊，会觉得说，哦，看起来很亮白，就很适合我的肤色，这样子有没有提亮的感觉？可是你大概过个不用5分钟，可能2分钟好了，它就会氧化，氧化严重到大概有暗的2个色阶吧，我觉得。但它也不说是暗沉，就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氧化跟暗沉是不太一样的。氧化就是它挤出来，你涂上去之后跟空气接触，它颜色会变得比较深，我觉得这叫氧化。那暗沉我自己的解读是，你带妆1天之后，除了跟空气接触，还有跟你皮肤的作用，就比如说可能你比较干，或者是你出油让你的底妆颜色再产生的一些变化，这个对我来讲叫做暗沉。那香奈儿这个底妆呢，它是会氧化，可是没有明显的暗沉。所以如果你本身肤质很好，不需要太多的修饰度，你想要找一个就是能够润色，然后保湿度、光泽感的底妆啊，这个是可以买的。可是切记一定要到柜上试妆，然后买比自己原始肤色可能至少再亮个1-2阶的颜色，这样你底妆上去接触空气融入皮肤之后呢，它才会是一个比较能够提气色的颜色。所以这一瓶呢，我觉得就是见仁见智，它没有到雷，它没有到不好，可是可能适合的人比较少，因为它的遮瑕度真的很低。然后这罐还有一个小小的优点，就它持久度还不错，就你带妆1整天之后不会有严重的脱妆的状况，然后也完全不会浮粉。好，接着第2罐是我自己原本对它期待超高，因为网络上真的非常非常多好评的Charlotte Tilbury 的新粉底液。那这一罐呢，我第一次用，一开始真的觉得哇，好喜欢，它的妆效好漂亮，遮瑕度有中高度，就是像基本上我脸上的雀斑啊，还有我眼周的暗沉什么的，都能够靠这一支就解决。然后它的妆效是有一点那种微微的奶油光，就我原本在买这一支的时候，想说它比较是偏那种保养向的粉底嘛，它可能光泽感会比较重，但是没想到呢，它是那种淡淡的雾面奶油光，然后上完皮肤质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到晚上要卸妆前啊，就发现我的脸橘掉，它的暗沉不是变灰，是变橘，超橘的，然后颜色大概有暗个2阶吧，然后又橘，就是超丑的一个颜色。它暗沉的非常非常非常的严重。然后呢，我后续又多试用了几次啊，我发现它很挑肤况，因为我自己在试用的时候啊，就可能会有搭配不同的妆前乳，或者是不用妆前乳来试试看。它在你皮肤可能比较干燥、湿润度不足的时候啊，上妆会不太贴妆，然后粉感会很重，然后会很难上均匀。所以这个它就是很挑肤况，然后又严重暗沉。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它有一点点算雷，除非你今天肤况一直都很稳定，保湿度很好，然后你妆前的打底也做得很好，脸部湿润度很够，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只想要漂亮1个小时的话呢，你才适合它。接着是 Smashbox 的，这个不算是粉底，它是润色保湿乳，但是呢，这个东西也是超雷到爆。它没有遮瑕度就算了，因为它本来就是润色保湿乳，那它没有办法修饰你肌肤纹理跟填补你的毛孔也就算了，可是它还放大毛孔，这个就是一擦上就我的毛孔怎么那么明显？然后呢，还严重暗沉，就是它连你擦上去的第1秒钟都没有办法让你皮肤看起来更好之外呢，
放大毛孔，然后还暗沉，这个是你花钱买一个东西来让自己变丑的，这个真的超可怕，就不要碰。然后插播一个，我刚刚看了一下前面拍的几个片段啊，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今天的头发特别漂亮，就是比平常更蓬松丰盈的感觉？是我在 Sephora 上面买了一个看似很烂，我一开始用也觉得它就是个废物的梳子。这个梳子啊，我是看 Sephora 上面评价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也不贵，所以我就买了。收到一开始用的时候啊，超生气，因为啊，它这个梳子非常的硬。然后尖端啊，就又有一点尖，它没有那个圆圆的头，所以你在梳的时候啊，会有一点刮头皮，很不舒服。但是我用发现，它不是要让你舒服用的，它梳完头发会整个超蓬松。我用其他梳子没有这个效果，这个梳完头发整个超蓬松，像那种你上沙龙吹了很久的感觉，这个超强的。如果你喜欢头发是比较有丰盈感的，除了搭配正确的洗发精之外啊。这个梳子我觉得太厉害了，它是神梳。好，最后一罐粉底，这个我不确定它是不是新品，反正呢，我新认识了这个产品。那它呢比较也是强调保养型的粉底，但是呢它的遮瑕度还蛮好的，就跟前面这个 Charlotte Tilbury 差不多，就有中高遮瑕，然后也非常非常容易的上匀，很贴妆。那它的妆效算是雾面的，就比较偏自然雾感的。我原本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支，可是呢，大家知道我有罐口洁癖吗？就是我很讨厌任何的瓶瓶罐罐口沾到东西。但是这一罐啊，它的罐口是我此生用过最难用的。看起来很正常嘛，就是一个挤压瓶。可是呢，别人挤压瓶就是好好从罐口出来一条嘛，那也不会说挤了就整个罐嘴这边脏兮兮的。这个我不知道它是我是买到瑕疵品还是怎样吗？它的那个嘴啊是像这样子两片合起来的，然后你按压下去啊，它整个就会从旁边整个裂缝挤出来，超恶心。所以这一个呢，它本身内容物我觉得是好用的，可是因为这个罐口啊一样，我要把它列入地雷，因为这个罐口设计真的太莫名其妙了。好，接着是蜜粉，首先是这个 Kosas 的蜜粉，这个应该不算是新品，但是呢，这个我就买没有多久，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我自己用了还蛮喜欢的。它是那种没有滑石粉的蜜粉，就是说对身体比较健康啦，因为滑石粉可能未证实会有致癌的疑虑。反正如果呢，你对于身体健康这一部分是特别注重的话呢，你可能可以注意一下蜜粉的成分，应该大部分都有滑石粉啦。那这个它就是主打没有滑石粉的嘛。一开始用啊，我觉得有一点点难用，就一开始它很难区分，我不知道它可能上面是有一层比较硬的，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它就有点像烤饼质地。但是呢，就是刷久了把上面那一层刷掉之后啊，它就变得很好用，因为它还蛮修饰毛孔的。然后在我不管是可能比较湿润或者比较干燥的底妆上啊，它都能非常非常服帖。但是它就比较没有说能够提升肤质的效果，那定妆力也还不错，所以它就是一个功能蛮完整，然后用起来其实找不太到缺点，可是也没有明显优点的蜜粉。那如果你在找没有滑石粉的蜜粉，这个可以试试看。再来是 Tarte Shape Tape 系列的光泽型蜜粉。这个蜜粉啊，我觉得还蛮好用的。如果你在找光泽型的，这个可以试试看，因为它上来就是真的有光泽，微微的珠光，反正会让你脸部的光泽感增强。然后它不会显毛孔，然后上来是没有什么粉感，非常非常服帖。但是这个呢，也是我试用几次发现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遇到比较湿润的底妆会有一点点斑驳结块的状况。所以如果你平常是习惯用保湿型的粉底啊，这个就会不适合。但是如果你平常就是习惯用那种用起来是很干爽触感的持久型粉底，但是又想要脸部增加光泽感的话，就很适合搭配这个。再来梳一下啊，我下次应该要就是梳头前梳给大家看，因为那个这个丰盈感真的差好多。这是让我爱上梳头，因为我以前其实不太梳头的，很脏，因为我的头发很妙，不太会打结，我即使留到很长也不怎么打结，所以我不太梳头。然后用了这个之后，我才发现原来梳头可以有这么神奇的效果。然后接着还是蜜粉，这个是 Saie 新出真的很新的蜜粉啊，它在粉质本身其实用起来完全没有缺点，就是它一样可以修饰毛孔，让你的肤质看起来稍微好一点点。然后它定妆能力啊，还有那个服帖度，自然没有粉感，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它有一个很讨厌的地方，它这个盖子上面这个很难用就是一样的道理，化妆品制造技术已经很进步了，所以你在那个东西产品
本质上要做到好，其实很多品牌都有，所以我们要来比较其他周边的因素。那这个呢，它就是只有这样几个洞洞，尤其是那种像胡椒罐的那种洞洞嘛，你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这样倒到盖子上，然后再去沾，就是很讨厌。如果我是在你知道比较没有那么多化妆品可以选择的时候，我会觉得它这个粉质很棒，赞可以买。但是有很多化妆品可以选择的时候，他觉得它的这个取用太麻烦了，不如买 Pat McGrath 的这个蜜粉。这个啊，其实很旧，我好久以前就开箱分享过了。这个我一开始用的时候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你会有越用越顺手的感觉。首先，它提升肤质的效果非常的好，然后粉质细致，可以修饰毛孔，这些都不用说。再来呢，是它这个罐子设计的很好用，不管你是习惯用粉扑去沾，或者是像我习惯用刷子沾啊，它都很好用，因为它上面这个网筛是弹性的，然后那种丝袜一样。那我刷子这样子下去啊，就是可以沾到一个刚刚好的量。然后还可以顺便上面滚一圈，就沾得非常均匀。然后它又蛮厉害的是，它网筛可以挡住粉，所以你就是平常稍微有一点点倾倒什么的啊，它也不会说有超级多洒出来。所以这一个它不管是内容物或是包装的设计啊，我觉得都是满分。所以如果你在观望 SAY 的蜜粉啊，真的倒不如买 Pat McGrath 这一个。那它们两个妆效都是比较偏雾面，没有增加光泽感的。好，蜜粉最后是 Laura Mercier 的这个新品，它是一个假装成蜜粉的打亮粉。它不管是售价，还有产品名称、使用说明跟整个容量啊，都是蜜粉嘛。可是如果你真的傻傻的买来全脸使用，你就会变成一颗电灯泡，因为这个当蜜粉来讲，亮度真的太高了。那如果你要局部使用当打亮来讲呢，算是中亮度。然后它的粉啊，非常服帖，上到脸上不会有颗粒感。可是它的妆效算是有一点那种带着细沙亮粉感的。我自己用一用，觉得它稍微有一点显肌肤纹理。然后呢，它的颜色啊，就是你乍看之下像是这种肤金色，可是它有时候在不同的光源里面啊，会很神秘的有一点点带灰感，但是不长，而且也不严重，就不是很明显。如果你的皮肤非常的细致，你不介意稍微有一点显纹理的话，这个我是很推荐的，因为它容量30克哦，没有29克。算起来超划算的，这么大一罐，你要用到真的是你增孙都用不完。所以这个呢，推荐给好皮肤，大概要白皮，对，好皮肤的白皮的人适合。好，接着是真的打亮，首先 Dior 的这个必须买。这个真的非常的好用，我买的是2号色，它看起来就是一个粉红色嘛，但是用起来我今天脸上就是这个打亮，它没有粉红的感觉吧？它上脸啊，就是一个非常高质感的亮光感，然后带有微微的粉红光晕，所以会增加你那种甜美气息，就是氛围感会增加。然后呢，它的这个亮啊，就是有一点点湿润感，可是又不会太闪，它就是一个刚刚好的闪度跟一个刚刚好的粉红光晕色泽的呈现，然后上到脸上啊，完全不会显肌肤纹理，甚至我是可以少量用在眼下这边毛孔比较大的地方，它会让我这边苹果肌有更蓬润的感觉，而不会显肌肤纹理。这个我真的非常推荐，就我买了之后啊，几乎是天天用它，而且呢，这个有很疗愈的香味，就是很香的，这个味道很好，我不知道怎么形容。总之就是一个很高质感的香味。那它不会说你擦到脸上还有味道，它是粉，那就是你在打开啊，你在刷的时候可能会微微的闻到一点疗愈的香氛气息。所以这个啊，不管是外包装里面的内容物，还有整个色调妆感的呈现，还有使用上的疗愈感啊，都超乎完美。所以这个啊，我真的非常推荐。再来这一个呢，我把它归类为打亮，但其实它是眼影粉，而且它不是新品。反正总之我新买的，对我来讲这是新品，我就分享给大家。它是 Make Up For Ever 的眼影粉，但是我看网络上大家都是买来当成是打亮粉的。这个呢，首先它的罐子设计有一点点讨厌，就它打开就是一个洞嘛，可是它的那个盖子没有做相应的那个堵洞的凸出来，因为你一个洞应该要这边做一个凸，这样你盖起来可能有一点点洞的时候它才不会洒出来嘛。可是它没有，
它就是一个很大洞，然后稍微有一点点倾斜，它就会洒蛮多到盖子上，然后到时候盖回去又会掉乱七八糟。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包装上还蛮扣分的。可是，对，又是那个可是它的内容物真的太好用了，所以我还是要激推它。它真的太好用了，它用起来那个光泽感。它是镜面光泽感，就真的超级漂亮，超级细致，然后那个粉是会融到你的皮肤里面的，可是又闪到爆，闪到火星都看得到你的打亮那种闪，这个真的闪到爆。如果你要找一个然后闪瞎众人的打亮啊，就是它，而且它这么闪的状况下又不会显肌肤纹理，所以这个真的超级好用。我自己最喜欢的用法是用这个比较这样子。大片的扫在颧骨，然后呢会再沾一点点这个，稍微放一点点在那个颧骨高点，跟放一点点在鼻尖，或者是其他你可能眉骨想要再亮啊，锁骨想要再亮，这都可以用。总之就是你想要闪瞎别人，但是又想要皮肤看起来是很细致的话呢，就是它。再来修容，这次单色修容只有这个是 Say 的修容膏，那这个不是新品，可是之前缺货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我终于买到，用了之后只有2个字可以形容：失望，真的非常非常失望。就是它的颜色太橘了，真的非常非常的橘，我觉得可能要皮肤稍微有一点那种偏红色调才适合，可能要小麦肌那种。那我的肤色用起来就是超级不搭，它在盘里面看起来还好，抹起来真的就是变更橘。但是呢，它的质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用，就你不管是要用手抹或者是用刷子、海绵、美妆蛋，都可以抹得非常非常漂亮，而且它的质地也很服帖，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出一个稍微再灰调一点的颜色，但它就也没有错啦，因为它不是修容膏，它是 bronzer。那对于洋人来讲，他们就是可能会比较抹在这一边，创造那种很像太阳晒过的肤色，所以偏橘这一点好。是我误会它了吗？但是我把它拿来就是放在这边就也不太漂亮。总之这个颜色不适合我啦，但质地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再来 Vanity Mega 这个打亮修容盘，这个呢，它的质地非常的好用，就是这个修容的颜色它一样，你不管是要用手抹、海绵、美妆蛋、刷子都可以刷得超级均匀服帖。然后它这个颜色这颜色真的调得太棒，完全就是一个超级自然的阴影色，所以就是放在这边跟那个下颚线条都非常的适合。然后它可以当鼻影，而且当鼻影的用法非常非常简单，就用手指沾了，然后顺着你的眉骨这边这样子抹下来，然后随便，这超随便，就随便这样撸一撸，把它抹匀就好了。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容易的晕染，然后完全不会有那种结块斑驳感，不太会带走底妆。修容来讲这个算是我目前用过的修容膏里面最好用的。然后它这个是雾面的提亮膏，那这个提亮膏呢，我还在研究最好的用法当中，就是它如果用在比较厚重的底妆上面会很推底妆，但如果用在那种很轻盈的底妆上面效果很好，所以这个提亮膏呢，我算是还在研究，没有定论。然后这个珠光打亮霜也蛮好用的，它是比较偏向那种千金感，很低调细致，你不会有那种看到很 bling 的光，可它就是会让你皮肤增加一点那种好像皮肤保养的很好的千金感的那种光泽感，所以这一盘我自己也蛮喜欢的。再来是 Hourglass 去年圣诞节出的限量假彩蜜粉打亮盘。首先呢，这个包装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质感很好。我原本因为我都是网购嘛，我原本在网络上看到觉得图片看起来很美，很怕会收到其实很丑，因为这种纹路你如果那个面料的质感没有处理好，就会看起来很掉价。但是这一个它整个做的质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它包装太美了，但是我并没有要推荐这个产品。它包装很美可是不好开，它是磁吸式嘛，我不知道它是磁铁吸的太大力还是怎样。你看我这样子拿不开，而且我另外一手要抓也很难施力，就是很难开。然后它里面的颜色呢很普通，它这个大格的是蜜粉。然后呢，蜜粉这个呢，我比较没有说特别的喜好，就是有点无功无过的感觉。然后这个腮红颜色超俗气，
真的超俗气，这个上来马上气质减分。然后这个颜色原本看起来会觉得是那种高质感的无花果色嘛，结果没有，上来就有点脏脏的感觉，就这个颜色我觉得也还好。然后这个 bronzer 上起来也没有很漂亮，然后最讨厌是这个打亮。这个打亮，它很像是2种质地混在一起的烤饼，然后2种质地它粉压的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我刷子在刷的时候，它其中一个就很飞粉，然后就有那个凹陷出来，所以它拿来打亮效果也没有特别好，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内容物我真的不推，这个是我买了算是最后悔的 Hourglass 的产品吧。接下来这个呢是一个杜拜的彩妆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杜拜的彩妆师 Hindash 他自己推出的全脸彩盘。那这一盘里面就是6格都是渐层色，全部都是雾面的。你乍看之下会想说这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眼影还是修容还是腮红？它全部都是。就是你这一盘呢，你可以任意的，你要单色使用、互相混合使用都可以。你要拿来画眉毛、画眼影、打鼻影、修容，或者局部提亮腮红。总之呢，粉状产品可以当什么功用，这一盘就是都可以用。然后这一盘特别厉害的是它的粉质太屌了。它虽然说是雾面的可是它那个粉你上去就是会融进皮肤，等于说每一个颜色可能都有苏库腮红那样子的粉质呈现，但是它就把它配成像是一个多功能的彩盘。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可能对于比较不是那种喜欢自己搭配来搭配去的人用起来可能就会有点困扰。这个真的是适合专业的彩妆师，或者是你真的很喜欢玩彩妆的，像是你可能想要画眼影的话，你就可以自己这边沾一点，那边沾一点，去调配你自己喜欢的颜色。那如果你就是想要直接单色用的话，你就会觉得好像效果就比较不如预期。接着终于来到唇彩，我现在嘴巴上用的呢是兰蔻小蛮腰色号274，然后这一支影片的前半段其实我用的是 GA 这一支，只有中间我去吃饭嘛，吃饭有点掉色，我想说那干脆把它卸掉，换另外一个，让你们看一下不同的妆效。然后前一支就是上集的影片呢，我用的是 Dior 这一支。那兰蔻小蛮腰呢，它一样就是有不同的质地，像我用这个274，它是 cream 状质地，算是那种有微微的润光感。可是不是那种很强烈的光泽感，就是一个很适合日常使用的那样子润光。但用起来我觉得滋润度还蛮好的，然后最重要的是它用起来很轻盈舒适，颜色又非常的服帖，不会有任何的那种卡纹斑驳，整体的色彩呈现跟妆效也都非常的棒。对，我刚刚喝东西的时候发现我有点忘记讲，就是这个小蛮腰它虽然就是一个经典 cream 状质地的唇膏嘛，可是它稍微有防沾因为我喝完它就沾这样子一点点而已。有没有很少？它算是有中度防沾的，然后颜色那个色彩的附着力很好，持续力很好，所以它的持久度是很不错的。再来是 GA 新的长管唇膏，这个总共好像有反正10几个颜色，我有在 Instagram 上面做全部的刷色，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那这全部的颜色中呢，我最喜欢的是201跟503，503应该算是相对比较冷门啦，因为我最近呢就是开始爱上这种很千金感的鲑鱼粉色，所以呢，这个的503我特别的喜欢。因为像这种嫩鲑鱼粉质地特别的重要，因为很多品牌出的这种比较偏浅的粉色都会涂不均匀，而且没有办法修饰唇中的暗沉。那这个涂起来就是均匀，然后又超嫩，它整个色彩的呈现非常的好。那另外201我也很喜欢，就这支影片的前半部我就是擦201。那这一款唇彩呢，它是属于这种比较高光泽的，可是它的那个光也不是那种像唇蜜亮亮的光感，它是那种很润的润光，你就把它想象成是很润感的乳霜的那个光泽，就是它有一点点雾中带光的感觉，然后它的颜色很浓郁，擦上是色泽很饱满的感觉。但这个我用有发现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它存在感比较重，不像前面小蛮腰用起来就是很轻盈舒适嘛，它用起来会稍微有一点闷闷的感觉，一点点而已。但如果你擦的厚了，就是你可能想要它的那个光泽感更强，就涂了超多层它除了那个闷感之外，还会有一点黏黏的，不严重，但是就会有一点黏黏的。所以如果你是很在意那种使用感受要很无感的话，这个你可能会比较不适合。但如果你是很在意它的那个色泽的饱满呈现的话呢，这一个你绝对不会失望。接着是 Tom Ford 的黑白管，这个应该是新的限量系列推出的。那首先这个包装其实我不太喜欢，因为它的白超白，就是立可白的白，然后就有点
看起来质感好像不是很好，就是死白加上纯黑，就这样子，我觉得并不美。然后呢，我之前是还蛮喜欢 Tom Ford 的唇彩的，但是这个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起来就觉得它特别的显唇纹，然后它的质地啊，也不是那种死雾的，是有一点点雾光感，稍微有那种粉粉雾光的感觉，然后擦起来是非常的滑顺，完全不会卡。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在我嘴巴上就特别的显唇纹，而且用起来很干，甚至是如果一整天使用啊，到最后会嘴巴有点崩崩的感觉。所以这个啊，我用了不太喜欢的，算是今天最不喜欢的唇彩吧。接着是迪奥的蓝金唇膏，那我买的这一支色号314，它是雾面的。会买这一支呢，纯粹就是被这个颜色给烧到。最近就特别喜欢像前面说的那种鲑鱼嫩粉色，或者是呢像这种带橘的，可是它又不是那种橘红，就它有一点像砖橘色。就我看到这个颜色，觉得哇重，就是我最近最喜欢的颜色之一啊，所以我就买了这个。那这个呢，就我觉得它质地上没有说特别厉害，但是用起来就也没有什么缺点感觉，它一样是很服帖、舒适、轻盈，然后发色力也很好。那对于唇色的遮盖力啊，它差不多是8成吧，够了。对于要修饰我唇妆的层也绝对足够，然后对于整个色彩要完整的呈现在嘴巴上也绝对足够。所以迪奥蓝金唇膏，我觉得就是如果看到有喜欢的颜色是可以收的。接着是润色护唇膏，首先是 Fenty Beauty 这一支，它比较有点像是润色护唇蜜吧，它整个质地啊，还有使用方式，它是棉棒。都跟唇蜜很像，然后用起来是这种比较高光泽感的，它颜色饱和度就比较低，上唇呢基本上应该可以说是没有遮盖力，但是有微微的修饰力。然后如果你买的其他色号可能是比较红的，就可以让你的气色看起来比较红润。那我买的颜色是这样拿铁色，因为这个色系跟我本身的唇色还蛮像啦，所以它会让我的唇色看起来稍微均匀一点，可是不会改变唇色。然后这支特别厉害的是它的滋润度超级持久。久到爆，它的颜色可能不怎么持久，你随便吃点东西、喝个水就掉了差不多。可是那个滋润度会一直紧紧的扒在你的嘴巴上，基本上可能你一天补擦个1次就够了吧。它真的是超级润，而且是那种很丰润的滋润感，不是那种水水的。因为很多护唇膏就是擦上去水水，你会觉得嘴巴抿起来觉得有一点滑滑的，可是你过一阵子就发现倒拔干。那这个不是，它就真的很丰润，完全就是帮你嘴巴补满水分跟养分的感觉。如果你再找一个滋润度非常高的润色护唇膏啊，这个它的滋润度你绝对不会失望。再来是 NARS 的润色护唇膏，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新品，反正我才看到它，对我来讲是新品。那它很妙的是啊，它是雾面的润色护唇膏，因为通常市面上我们看到润色护唇膏，要么是就比较光泽感的，或者像这种唇蜜感的。我第一次看到雾面的润色护唇膏，我们看一下，它真的就是雾面的。然后呢，滋润度还真的蛮好的，就算是中润吧，如果要跟它比起来，就是中润，滋润度够，它没有到像 Fenty Beauty 这可以让你嘴巴打满水分的感觉，可是润度对于日常使用来讲绝对足够了。就是你可能会需要常常的补擦，那颜色的持久力呢，也算是就没有持久力可言。但是因为这个颜色啊，超漂亮，这个颜色真的非常漂亮，它就跟我前面喜欢的那种稍微带有一点点太奶橘的那种感觉很像。然后它基本上也是跟我自己本身唇色的色调比较接近，所以用起来虽然说它没有很高的唇色遮盖力啊，可是它可以把我的唇色修饰得非常漂亮。对我来讲，这一支算是一个完美的素颜色。再来是 Tower 28的润色护唇膏。Tower 28呢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牌子，他们的腮红霜非常的好用，但是这个润色护唇膏啊，超雷到爆。它不是滋润度或者是显色度的问题，是它这个东西这个膏体啊超软的，它应该放在罐子里面，而不是做成这种蜡笔状。你知道它有多软吗？就是我第一次用的时候啊，碰到我的手，它直接就整个隔到我手上，然后它软到你们这样感受一下，就是它软到根本是一个霜状。它如果做在罐子里面，我可能会觉得它好用，因为它的颜色跟唇色修饰力其实是很不错。我这样薄擦你们看看哦，然后质地的光泽感也蛮漂亮，润度也非常的足够。可是呢，这么软，
你做成蜡笔状真的没有办法这样涂它就会直接一大格的抹到你嘴巴上。所以 Tower 28可以麻烦你们把这个东西装到罐子里面，让大家自己用手指涂抹就好了嘛。然后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股怪味，海带的味道啊，对。而且是在海里的海带的味道哦，你知道就是在海里的海带会有一股很迷样的腥味嘛，它就是那个在海里的海带带有那个腥味的感觉，不是海带汤的香味，就是有点腥腥臭臭的海带味，这个味道很妙所以好啦，你们就算是把它装在罐子里面，那个臭味还在的话，它一样是一个地雷。总之，这个 Tower 28的润色护唇膏，它就是润度跟色泽的呈现都很漂亮，但是呢，质地跟味道真的太雷了。好，终于最后一样产品，这支影片真的超长，你们应该也看得很累了吧，辛苦了。最后这个东西呢，就是爱马仕的指甲油。它算是爱马仕整个彩妆线中啊，我最推的东西。我今天是擦这个色号71橘红色的，我没有加任何的 top coat， 你看它那个光泽感，色彩呈现也非常饱满。那我上集影片呢用的是这个49号色，因为我自己最常用的是这个06号，它算是一个裸肤粉，就是擦起来超级明圆的那种颜色。那它们指甲油除了颜色好看、光泽好之外呢，对我来讲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我的指甲非常的脆弱，就我擦指甲油大概连续擦个1个礼拜，指甲就会开始分层，就分叉，直接前面变得好多层，然后会变很黄。就我一定得要等到后面的指甲全部再长出来，把前面那些黄掉的都顶出来之后呢，我才能得到一个看起来健康、正常颜色的指甲。但是爱马仕这个指甲油啊，我可以天天擦，然后我指甲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分层分叉或者是断裂黄掉的问题。他们这个指甲油啊，算是我用过最不伤指甲的指甲油，非常的神奇。再加上包装漂亮，指甲油包装超漂亮的，而且你知道，一个爱马仕放在梳妆台上看了就是爽。所以如果你有想要买爱马仕的指甲油啊，我觉得是可以买的。当然，他们东西单价那么高，也是没有 CP 值可言。可是它在使用上，不管是它妆效的呈现，或者是包装啊，整个质感的呈现，都是完全没有缺点。那基本上我觉得它算是物有所值啦，因为光是对于指甲没有伤害这一点啊，就超级厉害了。然后它干的速度也蛮快的。总之呢，爱马仕的指甲油我自己真的是非常喜欢，我还会想要再去多买其他几个颜色。好，以上专柜彩妆开箱终于结束，辛苦你们看了那么久的影片。那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记得订阅我频道，拜拜。